公元前475年，中国历史正式踏入战国时代，这是一个礼崩乐坏、战火燎原的乱世，也是一个群雄逐鹿、强者生存的变革时代。历经春秋数百年的兼并战争，曾经星罗棋布的诸侯国已被不断吞噬、整合，最终形成七大强国并立的格局。此时的周王室早已失去了天下共主的权威，所谓天子号令沦为虚名，再也无法对诸侯们产生任何约束力。在这七大诸侯国中，争夺成为时代的核心主题。为了扩张领土、掠夺人口、掌控财富、争夺霸权，各国纷纷整军精武，展开角逐。外交场上，合纵与连横的谋略交织上演，各国时而为对抗强国而结盟，时而为利益诱惑而背叛，联盟与反目在瞬息之间切换，局势变幻莫测。军事战场上，战争规模较春秋时期大幅升级，动辄投入数十万兵力的大规模会战成为常态。硝烟笼罩下的战场，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天下格局的重新洗牌。在这七雄之中，位于西部边陲的秦国，起初并不被中原各国放在眼里，甚至被视作蛮夷之邦，因其地处关中，与中原文化圈存在隔阂，且早期国力有限，长期被排除在中原诸侯的核心事务之外。然而，这种局面在公元前356年被彻底打破。秦孝公任用商鞅推行变法，这场变革犹如一场雷霆风暴，彻底重塑了秦国的命运。经商鞅变法数十年的积累，秦国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力量呈几何级增长，从昔日的边陲弱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中的顶尖强者，再也不是其他诸侯国可随意轻视的对手。而在秦国崛起的漫长进程中，有一位君主的统治堪称关键转折。他执掌国政长达56年，亲历了战国中期最剧烈的格局变动，以铁血手腕与务实谋略，将秦国的霸权推向新的高峰，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铺就了坚实道路。这位君主便是秦昭襄王嬴稷。嬴稷的人生轨迹起初与秦王之位并无交集，甚至可说是遥不可及。他是秦惠文王的儿子，在兄弟中非嫡非长，也非最受重视的皇子。秦惠文王晚年，为巩固与燕国的政治联盟，嬴稷作为质子被送往燕国。彼时的燕国地处北方，与秦国相隔千里，国力又相对较弱，在诸侯纷争中常处于被动地位。嬴稷在燕国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作为一国之子，他时刻面临着被当作政治筹码的风险，既要忍受燕国宫廷的冷遇，又要担忧秦国与燕国关系破裂后自身的安危，屈辱与危险如影随形。但这段艰难的质子经历也成为嬴稷成长的磨刀石，他早早见识了战国关系的诡谲，目睹了政治斗争的残酷，也在一次次危机中磨砺出坚韧的性格与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正是这段看似偏离轨道的经历，为他日后意外登上秦王之位，从容应对朝堂内外的复杂局面，埋下了至关重要的伏笔。公元前307年，一场意外的变故让这位本与王位无缘的公子最终登上了秦国权力的顶峰。这一年，无论对秦国还是整个战国格局而言，都充满了戏剧性。秦武王嬴荡，这位以勇武著称，一心想凭武力彰显秦国霸气的年轻君主，在洛阳周王室太庙中与大力士孟说比赛举鼎。这本是他炫耀秦国实力的举动，却因鼎身过重，失手滑落，被鼎砸断胫骨，最终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秦武王的突然离世，如同一颗巨石投入秦国政坛的深潭，
瞬间激起千层浪。更棘手的是，他生前并未留下子嗣，王位的继承问题立刻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秦国宫廷内部迅速分裂成两大对立阵营，一方是以嬴稷之母宣太后为首，主张立他的另一个儿子公子服为秦王；另一方则是秦武王的母亲惠文后，坚决支持公子壮继位。双方都拉拢了部分大臣与宗室，就连秦国宗室重臣初李吉，最初也倾向于宣太后一方。一时间，秦国内部为王位继承权争执不下，朝堂之上剑拔弩张，局势陷入僵局。就在秦国陷入内耗之际，外部势力的介入打破了这一平衡。赵国的赵武灵王，这位刚通过胡服骑射改革让赵国国力大增的君主，正急于在战国舞台上扩大影响力。他敏锐地察觉到秦国王位之争背后的战略价值，若能扶持一位对赵国有好感的秦王，不仅能缓解赵国西部的压力，更能借秦国政局稳定之机，为赵国争取更多发展空间。于是赵武灵王果断决定介入，明确主张迎立在燕国为质的嬴稷为秦王。在他看来，秦昭襄王长期远离秦国权力中心，若能借赵国之力继位，未来必然会对赵国有所依附。为将这一主张落地，赵武灵王立即下令，命代郡太守赵固亲自率军前往燕国，将嬴稷护送回秦国。同时，他又调遣赵国军队进驻秦赵边境，以军事压力配合政治胁迫，向秦国传递非嬴稷不认可的强硬态度。在赵国的强力干预下，秦国国内的局势开始朝着有利于嬴稷的方向转变。尽管秦国群臣大多对这位长期在外，在国内毫无根基的公子心存疑虑，甚至有不少人公开反对，但宣太后很快调整了立场。她意识到，嬴稷虽非自己最初的首选，但有赵国支持，又有弟弟魏冉的全力拥护，更易打破当前的继位僵局。最终，在宣太后与魏冉的内部推动，以及赵国外部压力的双重作用下，秦国的贵族与大臣们不得不妥协。公元前306年，公子嬴稷在咸阳正式登上秦王之位，是为秦昭襄王。然而，秦昭襄王的登基之路，不过是他漫长政治生涯的序章，真正的挑战才刚刚拉开帷幕。他正式继位时，年仅18岁，既缺乏处理朝堂政务的经验，也未在秦国国内积累足够的势力根基。秦国的权力核心因此自然向他的母亲宣太后与舅舅魏冉倾斜，进入了宣太后主政、魏冉辅政的特殊阶段。此时的秦昭襄王虽居于王位，却更像一位见习君主，在母亲与舅舅的羽翼下，以观察者的视角沉浸于战国的政治漩涡，看他们如何应对诸侯间的纵横捭阖，如何调度秦军的征伐进退，一点点将那个时代复杂的权力博弈与军事谋略刻入心中。刚坐上王位的秦昭襄王，便遭遇了第一场直接的政治考验。当时的右丞相甘茂，是秦国朝堂上少有的兼具战略眼光与执政经验的重臣。他曾辅佐秦武王攻占宜阳，为秦国东出打开通道。为缓和秦国与韩国因雍氏之围产生的紧张关系，同时为后续对魏国的布局铺路，甘茂提议将此前攻占的5岁之地归还韩国。5岁地处韩秦交界，是韩国西部的战略要地，归还此地既能示好韩国，也能瓦解韩魏可能的联盟，本是一步着眼长远的外交棋。可这一举措却触动了朝中另两股势力的利益。向寿是宣太后的亲信，早年随秦昭襄王在燕国为质，与秦昭襄王关系亲近。公孙氏则是秦国宗室旁支，素来主张对韩强硬。
二人本就与甘茂存在政见分歧与权力之争，此刻便借机向秦昭襄王进谗言，反复渲染甘茂此举是损秦利韩，甚至暗指甘茂收了韩国的好处，图谋个人私利。甘茂久在秦国为官，深知宫廷斗争的残酷，他本是楚国人，在秦国朝堂本就缺乏根基，如今既遭政敌构陷，又无强力势力庇护，若继续留在咸阳，不仅政治抱负无从施展，恐连性命都难以保全。权衡之下，甘茂以率军讨伐魏国为由，带着少量亲信悄然离开秦国，最终投奔了齐国。甘茂的离去对秦国而言是一次沉重的损失，他的智谋与经验本可成为秦昭襄王亲政后的重要助力，而对秦昭襄王本人来说，这场风波更像一堂深刻的政治课。权力的平衡是如此脆弱。这次事件让年轻的君主彻底明白，想要真正掌控秦国，仅靠王位的名分远远不够，他需要在复杂的权力网络中站稳脚跟，更需要拥有辨别中间、决断是非的能力。不过，宣太后与魏冉主导的执政团队并未因朝堂内部的权力暗流放缓秦国东出扩张的步伐。此时齐国、魏国、韩国已结成合纵联盟，在函谷关以东形成对秦国的牵制，若不打破这一困局，秦国的东进战略将陷入停滞。公元前304年，秦昭襄王与楚怀王在黄棘（今河南南阳）举行会盟。这场会面是秦国瓦解合纵的关键一步，为彰显同盟诚意，秦国主动将上庸（今湖北十堰竹山）归还给楚国。上庸地处秦、楚、韩三国交界，控扼汉水上游，既是粮草转运的枢纽，又是军事防御的要塞。秦国看似让利，实则精准击中楚国的战略需求。此举不仅让秦楚同盟得以巩固，更彻底离间了楚国与齐国、魏国、韩国的关系，原本紧密的合纵联盟瞬间出现裂痕。但战国时代的同盟本就以利益为绳，一旦利益失衡，便会顷刻崩解。仅1年后，齐国、魏国、韩国便以楚国背叛合纵为由，组成联军大举攻打楚国。楚国国力本就难敌三国联手，很快陷入被动，无奈之下只能派太子熊衡前往秦国为人质，以质子换取秦国出兵救援。秦昭襄王敏锐抓住这一契机，既展现盟友姿态出兵击退三国联军，又趁魏国、韩国兵力疲弱之际，命秦军突袭魏国，一举攻占蒲坂（今山西运城永济）、阳春（今山西运城永济）与丰陵（今山西运城芮城丰陵渡）这三地扼守黄河渡口，是魏国连接河西与河东的咽喉。随后，秦军又调转矛头攻韩，重新夺回此前归还的5岁之地（今山西运城原区东南）。一番操作下来，秦国既巩固了与楚国的同盟，又削弱了魏、韩的实力，更将势力触角进一步深入中原腹地，影响力较此前大幅提升。公元前302年，秦昭襄王再次展现出对外交弹性的精准把握。他在临近（今陕西渭南大荔）与魏襄王、韩太子韩婴会面，主动将蒲坂归还给魏国。这个以地换盟的举措，看似是对魏国的让步，实则是彻底瓦解魏国、韩国与齐国残余联系的关键一击。魏国收回失地后，对秦国的敌意大幅减弱，三国合纵关系彻底破裂，抗秦联盟自此名存实亡。就在秦国外交形势一片大好之际，楚国却突发变数，留在秦国为质的楚太子熊衡，
因与秦国贵族发生争执，失手杀人，害怕遭到秦国惩处，竟偷偷逃回楚国。太子出逃不仅是对秦国质子制度的公然挑衅，更让秦楚之间本就脆弱的信任彻底崩塌，两国关系瞬间紧张。于是秦昭襄王以楚国被盟为借口，联合齐国、魏国、韩国组成4国联军，对楚国发动大规模进攻。联军在仲丘（今河南驻马店毕阳）与楚军展开决战。秦军凭借严明的军纪与强悍的战斗力，与其他3国军队紧密配合，很快对楚军形成合围之势。楚军在4国联军的猛烈攻势下节节败退，最终大败，主帅唐昧战死沙场。这场战役不仅让楚国精锐损失惨重，国力大伤，更让秦国在诸侯中树立起盟主的威望。各国自此清晰意识到，秦国已不再是偏居西陲的虎狼之国，而是足以主导天下格局的最强势力，其霸主地位已难有诸侯敢轻易撼动。同年，秦国国内也发生了一件关乎后方稳定的大事，蜀侯嬴辉被人诬陷，称其向秦昭襄王进献的贡品中掺杂毒物。秦昭襄王接到举报后，立即派遣司马错入蜀诛杀嬴辉。事后，秦国立即从关中迁移百姓充实巴蜀，一方面通过移民稀释当地旧贵族势力，加强中央对巴蜀的直接控制；另一方面则利用巴蜀肥沃的土地发展农业，将当地产出的粮食、布帛源源不断运往关中。这一举措不仅让巴蜀成为秦国稳定的粮仓与兵源地，更为日后秦军从巴蜀顺江而下攻打楚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解决完蜀地问题后，秦军又乘胜攻韩，拿下穰城（今河南南阳邓州）。穰城是韩国南部的重镇，既是交通枢纽，又是农业富庶之地。秦国占领此地后，进一步压缩了韩国的战略空间，让韩国在面对秦国时更加被动。在这一连串的政治博弈与军事行动中，秦昭襄王虽仍处于宣太后与魏冉的权力阴影之下，却已悄然完成了自身的成长与蜕变。他从最初的观察者逐渐转变为参与者，在处理同盟、应对危机、调度兵力的过程中，慢慢学会了如何平衡各方势力，如何用外交手段分化敌人，如何借军事力量实现战略目标。尽管此时他尚未亲掌大权，但已在一次次决策中展露出沉稳的判断力与果决的行事风格。这些积累的经验与智慧，都为他日后摆脱外戚牵制、亲政大展宏图铺垫了关键条件。对楚国的压制与朝堂的人事更迭，在秦昭襄王的统治进程中交织推进。公元前300年，秦国对楚国的军事打击进一步升级。宣太后的弟弟，时任华阳君的米荣亲自率军出征，目标直指楚国的襄城（今河南许昌襄城）。襄城地处楚国东部腹地，是拱卫都城郢都的重要屏障。秦军在此与楚军展开激战，最终米荣率军大败楚军，斩杀楚军3万人，楚国大将景缺战死沙场。襄城的失守不仅让楚国东部边境彻底失去屏障，暴露在秦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更让本就因重丘之战受损的楚国国力再度衰退，从此在与秦国的对峙中愈发被动。也是在这一年，秦国朝堂迎来重要变动，丞相初李吉逝世。初李吉是秦惠文王的弟弟，素有智囊之称，在秦国政坛活跃数十年。秦惠文王时期，他辅佐推行商鞅变法的余绪，稳定国内局势。秦武王时期，他参与谋划攻占宜阳，为秦国东出打开通道。
即便到了秦昭襄王初年，他仍以宗室重臣的身份平衡宣太后与魏冉的势力，为秦国的稳定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他的离世无疑是秦国的重大损失。为填补相位空缺，秦昭襄王任命楼缓为新丞相。楼缓本是赵国人，凭借对东方各国局势的精准把握和出色的外交斡旋能力得到秦国重用。他的上任也标志着秦国战略的微妙调整，不再单纯依赖军事压制，而是试图通过拉拢赵国，分化东方诸侯，进一步瓦解可能重组的合纵联盟。于是第2年，秦昭襄王以巩固秦楚同盟为名，向楚怀王发出邀请，约定在武关（今陕西商州商南）会面。楚怀王深知秦国野心难测，却又忌惮秦国的军事实力，若拒绝会面，恐遭秦国直接出兵讨伐。权衡之下，只得带着少量随从前往武关。然而，这场看似友好的会盟，从一开始就是秦国设下的陷阱。当楚怀王抵达武关时，早已埋伏好的秦军士兵突然冲出，将其劫持至咸阳。在咸阳宫，秦昭襄王不再掩饰贪婪，强迫楚怀王割让乌郡（今重庆吴山）和黔中郡（今湖南湘西吉首）。这2个郡是楚国的西部屏障，乌郡控扼长江上游，黔中郡坐拥丰富的粮食资源，战略价值极高。面对秦国的逼迫，楚怀王怒而拒绝。秦昭襄王见状，便将其软禁在咸阳，企图以君主为人质，逼迫楚国割地求和。这一背信弃义的举动，虽让秦国在诸侯间落下无信的骂名，却也以最直接的方式向天下彰显了秦国的霸权实力。此后各国虽对秦国心生不满，却再也不敢轻易联合对抗秦国。同年，为进一步稳定东方局势，秦昭襄王还做出了一项重要人事任命齐国孟尝君田文为秦国丞相。田文是战国4公子之一，以广招宾客、礼贤下士闻名天下，门下食客多达数千人，在齐国乃至诸侯间都拥有极高的声望。秦国此举意在借助田文的影响力，改善秦齐关系，避免齐国再次牵头组织合纵联盟，同时也可通过田文了解齐国的动向，为后续战略布局提供参考。但孟尝君在秦国的相位并未坐稳。秦国大臣见田文深得秦昭襄王信任，又忌惮其才能与背后的齐国势力，纷纷向秦昭襄王进谗言，声称田文虽在秦为相，心却向齐，若与秦齐利益冲突，必损秦国而利齐国。秦昭襄王本就对一国克卿心存疑虑，听得多了便信以为真，甚至萌生了诛杀孟尝君的念头。孟尝君察觉危险后，在门客的帮助下上演了一出鸡鸣狗盗的戏码。凭借门客的智谋，孟尝君连夜逃离秦国，安全返回齐国。孟尝君的出逃彻底点燃了秦齐矛盾，齐国随即联合韩国、魏国，组成3国联军攻打秦国。面对联军的进攻，秦昭襄王并未慌乱，他迅速制定了围魏救赵式的策略，派遣秦军出武关攻打楚国，既可以进一步削弱楚国实力，又能牵制齐国的盟友，缓解联军对秦国本土的压力。秦军此次攻楚战果显著，大败楚军并斩首5万人，还攻占了楚国16座城池，楚国的国力因此再度衰退。不过3国联军仍趁秦军主力攻楚之际，一路西进兵临函谷关。秦国凭借函谷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优势，出兵击退了联军主力，但长期的2线作战也让秦军士卒疲惫不堪，粮草消耗巨大。
最终，秦国为避免陷入持久战，不得不做出让步，归还此前占领的韩国5岁，魏国封陵，才换取3国联军撤兵。这场战役虽以秦国妥协告终，却也让秦昭襄王深刻意识到，东方各国若能真正放下分歧，全力联合，仍会对秦国构成巨大威胁，瓦解合纵联盟，打破诸侯联合抗秦的可能，仍是秦国未来战略的核心。3国联军撤兵后，秦国虽暂时缓解了中原方向的压力，但此前被软禁的楚怀王始终是秦楚关系中未决的暗流。公元前297年，被软禁在咸阳2年多的楚怀王，趁秦国看守松懈，偷偷逃出了咸阳。他深知秦国定会派人追捕，便一路向北逃往赵国，希望得到赵惠文王的庇护。但此时的赵国正与秦国处于微妙的拉拢期，赵惠文王害怕收留楚怀王会得罪秦国，引发2国战争，最终拒绝了楚怀王的请求。走投无路的楚怀王只得转而投奔魏国，却在途经秦国边境时被追兵抓获，再次被押回咸阳。此次出逃失败，让楚怀王彻底陷入绝望，加之软禁期间的抑郁与奔波，他的身体日渐衰弱。到了公元前296年，楚怀王在咸阳病逝。秦昭襄王见楚怀王已死，继续扣留其尸体已无任何政治价值，便下令将尸体归还给楚国。楚国百姓得知楚怀王的死讯后，悲痛万分，举国上下对秦国的仇恨进一步加深，原本就紧张的秦楚关系自此彻底陷入不可挽回的敌对状态，再也没有缓和的可能。秦楚关系彻底破裂后，秦国朝堂的权力格局也随之调整。公元前295年，秦昭襄王任命魏冉为丞相，取代了此前的楼缓。魏冉不仅是宣太后最信任的弟弟，更是秦国军事力量的核心人物。早年他曾率军平定王室内部叛乱，多次率军东出征战，在军中与朝堂都拥有深厚根基。他的上任不仅进一步巩固了宣太后集团在秦国的统治地位，更让秦国的军政决策愈发向强兵拓土倾斜。而魏冉执政后的第一件关键举措，便是向秦昭襄王举荐了白起，这位日后改写战国军事史的将领。此时虽已在军中崭露头角，却尚未获得独当一面的机会。魏冉的提拔为他搭建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也为秦国军事格局的变革埋下了伏笔。2年后的公元前293年，韩国与魏国为抵御秦国持续东扩的势头，终于放下此前的矛盾，组成联军在伊阙（今河南洛阳南）布防。伊阙是一道天然峡谷，两侧峭壁高耸，中间仅有狭窄通道，既是秦国通往中原的必经之路，也是韩魏2国抵御秦军的一道天然屏障。韩魏联军在此集结了20余万兵力，企图凭借地形优势阻挡秦军，一场决定中原格局的决战就此拉开序幕。秦昭襄王力排众议，任命白起为秦军主帅，率军迎战。白起抵达前线后，并未急于进攻，而是先细致勘察地形，打探联军虚实。他发现韩魏联军虽人数众多，却因指挥权不统一而矛盾重重。韩军担心先出战会受损，主张魏军打头阵；魏军则认为韩军地处前线，应先承担防御责任。双方互相推诿，军心涣散。摸清联军弱点后，白起制定了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战术。他先派少量兵力牵制战斗力较强的韩军，佯装要与韩军正面交锋，吸引韩军注意力，同时暗中调集秦军主力。
集中力量猛攻战斗力较弱的魏军。魏军本就军心不稳，面对秦军主力的突然猛攻，很快陷入混乱，士兵争相溃逃，阵型瞬间瓦解。魏军溃败后，侧翼彻底暴露，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白起立即率军回师，与牵制韩军的部队前后夹击，韩军仓促应战，最终也难逃溃败命运。此役秦军大获全胜，共斩首韩魏联军24万人，还俘虏了魏军主帅公孙喜，一举攻占了伊阙及周边大片土地。伊阙之战的意义远超一场普通的胜利，它不仅彻底摧毁了韩魏两国的精锐部队，两国此后数十年都未能恢复元气，更彻底打开了秦国东进中原的门户。从此，秦军无需再受制于地形阻碍，可长驱直入中原腹地，对东方各国形成直接威胁。白起也因这场酣畅淋漓的胜利，被秦昭襄王提拔为大良造，这是秦国最高军事官职之一，标志着他正式成为秦国军事领域的核心人物。伊阙之战后，秦国的扩张步伐愈发迅猛。公元前291年，秦军调转矛头攻打韩国，一举攻占了宛城，今河南南阳。宛城并非普通城池，而是当时天下闻名的冶铁中心。这里的冶铁技术精湛，不仅能打造大量农具，更能铸造锋利的兵器与坚固的铠甲。秦国占领宛城后，立即将当地的冶铁作坊收归国有，组织工匠大规模生产铁器与兵器。秦军的军事装备水平由此大幅提升，战斗力也随之增强。到了公元前290年，在秦国持续的军事压力下，魏国与韩国再也无力抵抗，只得被迫割地求和。魏国割让河东400里土地，韩国割让五岁200里土地给秦国。河东与五岁都是黄河流域的肥沃平原，拥有发达的农业。秦国获得这2块土地后，不仅领土面积大幅扩大，更获得了大片优质农田，粮食产量显著增加，这为秦国后续的长期军事扩张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在获得河东、五岁的肥沃土地与充足粮源后，秦国不仅巩固了物质基础，更具备了深入魏国腹地作战的条件。公元前289年，白起与司马错这2位秦国名将首次联手，率军攻打魏国。司马错擅长战略布局，曾主导攻占巴蜀，为秦国奠定后方。白起则擅长战场指挥，以迅猛狠辣著称。2人配合之下，秦军一路势如破竹，从河西之地一直推进到魏国腹地，直抵芷城，今河南济源。芷城是魏国东部的重要交通枢纽，向东可连接韩国，向北能通往赵国。秦国占领此地后，相当于切断了魏国与韩、赵2国的联系，使魏国彻底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此役，秦军共攻占魏国大小61座城池，魏国的疆域被大幅压缩，国力衰退至难以与秦国抗衡的地步。此时的秦国已远超其他诸侯国，成为天下实力最强的国家。秦昭襄王的野心也随之膨胀，他不再满足于王的称号，开始谋求帝的尊号，希望以此彰显秦国的霸权地位，进一步动摇周王室的权威。公元前288年，秦昭襄王在魏冉的建议下，正式在国内自称西帝，同时派遣使者前往齐国，以共同称霸天下为诱饵，尊齐闵王为东帝。秦昭襄王希望通过东西2帝的称号，将齐国拉到与自己同一阵营，形成秦齐联手压制其他诸侯国的格局，从而彻底瓦解各国可能组建的合纵联盟。然而，齐闵王在谋士苏秦的劝说下，
很快看清了其中的风险。帝的称号虽尊贵，却会成为天下诸侯的众矢之的。齐国若接受，很可能会取代秦国成为合纵联盟的攻击目标。权衡利弊后，齐闵王不仅主动取消了东帝的称号，还转头联合赵国、魏国、韩国、燕国等国，重新组建合纵联盟，共同出兵攻打秦国。秦昭襄王见形势突变，若继续坚持西帝称号，很可能会陷入各国围攻的孤立境地，只得被迫取消帝号，恢复秦王称号，暂时缓和与各国的矛盾。此次称帝尝试虽以失败告终，却从侧面反映出秦国的实力已足以挑战周王室的权威。毕竟在此之前，从未有诸侯敢公然僭越称帝，战国时代的霸权格局已彻底向秦国倾斜。取消帝号后，秦昭襄王迅速调整战略，不再追求虚名，而是回归军事扩张为主、外交手段为辅的核心策略，持续削弱东方各国实力。公元前287年，秦军再次攻打魏国，攻占了新原与曲阳。次年，秦军再次对魏国发起进攻，魏国无力抵抗，只得再次割地求和，将故都安邑献给秦国。安邑曾是魏国的政治中心，城内百姓多为魏国旧贵族后裔，对秦国心存抵触。为了加强对安邑的控制，秦昭襄王采取了迁民夺地的策略。他下令将安邑的百姓全部驱赶到魏国其他地区，仅留下一座空城，再从秦国本土迁移百姓充实安邑。这一举措既削弱了魏国的人力基础，又避免了安邑百姓的反抗，为秦国后续对该地区的统治减少了隐患，也让安邑逐渐成为秦国在河东地区的重要据点。在通过迁民夺地巩固对安邑的控制后，秦昭襄王开始调整战略重心，不再单一针对魏国，而是通过外交稳边和军事破敌的组合策略，同时应对多个诸侯。公元前285年，他主动与楚国、赵国展开外交互动，先是在宛城（今河南南阳）与楚王会面。此时楚国经多次战败，已元气大伤，秦国的主动示好让楚国不敢轻易与秦国为敌，南部边境由此稳定。随后又在中阳（今山西吕梁中阳）与赵王会面，秦国通过会面暂时缓和与赵国的紧张关系，避免北部边境出现牵制。在稳住南北边境的同时，秦昭襄王将军事矛头指向了当时的众矢之的齐国。此前，齐国因独自灭宋，独占宋国附属之地，引发各国不满，早已陷入孤立。秦昭襄王抓住这一机会，派大将蒙武率军攻齐，一举攻占齐国9座城池。这一行动可谓一举两得，既削弱了齐国这一潜在竞争对手，又向其他诸侯展示了秦国的军事实力。即便不依赖合纵，秦国也能单独对强国发起打击，进一步巩固了秦国的霸权威慑。到了公元前284年，燕国上将军乐毅顺应各国对齐国的不满，牵头联合秦国、赵国、魏国、韩国，组成5国联军，大举攻打齐国。联军在济西（今山东聊城）与齐军展开决战，齐军主力溃败。随后乐毅率领燕军深入齐国腹地，短短数月内攻占齐国70余座城池，齐国都城临淄沦陷，几乎陷入亡国境地。秦昭襄王虽派秦军参与了联军，却并未过多介入齐国后续事务。他深知燕国对齐国的仇恨更深，让燕国主导对齐国的占领，既能消耗燕齐2国实力，又能让秦国腾出精力应对中原的魏国。果不其然，次年秦军转头攻打魏国，一路推进至安城
今河南新乡原阳，前锋甚至直抵魏国首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国见状恐慌不已，只得再次割让大片土地求和，秦军才撤军而回。也是在同年，秦昭襄王向赵国提出了一个看似公平的交易，愿以15座城池交换赵国珍藏的和氏璧。这一提议看似是对赵国的重视，实则是对赵国的公然挑衅。秦国明知和氏璧是赵国的国宝，却以城池为诱饵，试探赵国的态度。若赵国拒绝，秦国便有理由指责赵国无礼；若赵国应允，秦国也未必会真的交出城池。面对秦国的施压，赵国派遣舍人蔺相如出使秦国。蔺相如抵达咸阳后，识破了秦国空手套璧的骗局，先是以璧有瑕疵为由取回和氏璧，再以撞璧明志逼迫秦昭襄王放弃强夺，最终凭借过人的智慧与勇气，将和氏璧完整带回赵国。这便是完璧归赵的由来。这一故事虽凸显了蔺相如的智勇，但也从侧面反映出秦国此时的强势。他已不把赵国放在眼里，敢于用近乎戏耍的方式挑战赵国的权威，两国之间的矛盾也由此进一步埋下隐患。从公元前282年到公元前280年，秦国彻底撕下外交缓和的面纱，将军事重心全面转向赵国与楚国，开启了持续3年的针对性打击。秦军率先对赵国发起进攻，一举攻占2座城池，试探赵国的防御实力。第2年，秦军再次攻赵，拿下10城，今河北石家庄路权。第3年，秦国采取双线作战策略，一方面派白起率军攻赵，在代郡光狼城（今河北张家口玉县）大败赵军，斩首2万人，进一步削弱赵国的有生力量；另一方面，派司马错率军攻楚，成功攻占黔中郡（今湖南湘西棘首）。黔中郡地处楚国西部，是连接巴蜀与楚国腹地的战略要地。楚国为避免更大损失，只得被迫割让汉水以北及上庸之地给秦国求和。这3年的连续打击，不仅让赵、楚2国的实力大幅衰退，更让秦国在地理上形成了对2国的战略包围。对赵国，秦国控制了西部与南部的关键据点；对楚国，秦国占据了西部与北部的大片土地。在完成对赵、楚2国的战略包围后，秦国对楚国的终极打击如期而至。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任命白起为主帅，对楚国发动决定性进攻。白起深知楚国西部防线的核心在于鄢城（今湖北襄阳宜城），这座城池既是楚国抵御秦军南下的重镇，又囤积了大量兵力与粮草。若能攻克鄢城，楚国腹地便会门户大开。面对鄢城坚固的城防与楚军的重兵把守，白起并未选择强行攻城，而是创造性地采用水攻战术。他下令士兵在鄢水上游开凿渠道，将鄢水引入城内。滔滔河水冲破城墙，涌入街巷，不仅冲毁了楚军的防御工事，更导致数十万楚军士兵与百姓葬身水中，鄢城就此彻底沦陷。攻克鄢城后，白起并未停歇，随即率军南下攻占邓县（今河南邓州）与西陵（今湖北宜昌）。邓县是楚国连接北部与南部的交通枢纽，西陵则是守卫都城郢都（今湖北荆州江陵）的西部门户。两地失守后，郢都与西部边境的联系被彻底切断，成为一座孤立无援的孤城。就在白起率军横扫楚国西部的同时，秦昭襄王与赵惠文王在渑池（今河南三门峡渑池）举行会面。此次会盟表面是设宴修好，
实则是秦昭襄王对赵国实力的一次精准试探。他深知赵国军事实力不容小觑，若贸然攻赵，恐难有胜算。席间，秦昭襄王故意要求赵惠文王为自己鼓瑟，并命史官记录赵王鼓瑟一事，试图在礼仪层面确立秦国的霸权地位。赵国使者蔺相如见状，立即用以牙还牙的方式要求秦昭襄王为赵王击否，若不同意便以死相逼，最终迫使秦昭襄王妥协。蔺相如的反击虽让秦国未能在礼仪上占到便宜，却也让秦昭襄王认清赵国此时仍有抗衡秦国的实力与底气。权衡之下，他暂时调整战略，决定先集中兵力彻底打垮一线颓势的楚国。这一战略调整很快落地，到了公元前278年，白起奉命对楚国发起总攻。此时的楚军经郯城、邓县、西陵连败后，士气早已跌落谷底，面对秦军的猛攻根本无力抵抗，郢都很快便被秦军攻破。为彻底摧毁楚国的抵抗意志，白起下令焚烧了楚国先王的陵墓夷陵，今湖北宜昌。郢都沦陷于祖陵被毁的双重打击，让楚国上下陷入巨大的恐慌与悲痛之中。曾经的南方霸主彻底失去了与秦国抗衡的能力，只得将都城迁往陈丘，今河南周口淮阳。此次迁都不仅是楚国疆域的大幅收缩，更标志着楚国从此再也无法对秦国构成实质性威胁。秦国则在占领郢都及周边地区后，立即设立南郡进行管辖。郢都所在的江汉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当时天下闻名的富庶之地。纳入秦国版图后，不仅大幅扩大了秦国的疆域与资源储备，更让秦国获得了一个稳固的南部后方。此后秦军东进中原时，再也无需担心南部边境被楚国牵制，战略灵活性大幅提升。为进一步巩固对楚国西部的控制，秦国在之前攻占的楚国黔中郡基础上，整合周边的乌郡部分土地，正式设立秦国的黔中郡，并派遣官吏与军队加强行政管理与军事防御。黔中郡地处楚国西部，与秦国的巴蜀地区接壤。秦国掌控此地后，不仅彻底切断了楚国与巴蜀地区的联系，更形成了从巴蜀顺江而下，经黔中郡夹击东方各国的战略优势，可作为重要的军事基地与粮草转运站，其战略意义对秦国后续的扩张不言而喻。在通过设立南郡、黔中郡巩固对楚国西部的统治后，秦昭襄王将军事重心重新拉回中原，实力逐渐衰退却仍盘踞中原核心地带的魏国，自然成为秦国东进的首要目标。公元前276年，武安君白起奉命率军攻魏，凭借秦军的强悍战力，一举攻占2座城池，再次以军事压力向魏国传递臣服或灭亡的信号。僵持了1年，魏国在秦国的持续打击下已无力支撑，只得被迫割让温城，今河南温县周边的8座城池求和。但秦昭襄王并未因魏国的妥协而停下脚步，对秦国而言，割地只是暂时的让步，彻底削弱魏国才是最终目的。他随即命令魏冉亲率大军再次攻魏。韩国见状恐慌不已，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若魏国灭亡，韩国必将成为秦国的下一个目标，于是急忙派遣大将鲍渊率军救援魏国。然而此时的韩军早已不是秦军的对手，魏冉率领的秦军不仅轻松击败了鲍渊的援军，更斩杀韩军4万人。随后秦军乘胜追击，直接兵临魏国都城城下。陷入绝境的魏国只得再次妥协，
各让大片土地给秦国，才换取秦军撤军。这场战役不仅让魏韩两国的实力进一步衰退，更向天下诸侯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秦国的野心绝不会因短暂的让步而满足，只要有机会，便会吞并各国土地，不存在妥协的余地。果然，在第2年，秦国大将魏冉再次率军攻魏，此次秦军攻势更猛，一举攻占魏国4座城池，斩杀魏军4万人。连续的战败让魏国的军事力量几乎被摧毁，只能在秦国的威慑下苟延残喘。此时，魏国与赵国终于意识到，若再各自为战，终将被秦国逐一吞并，于是决定联手反击，两国组成联军，攻打韩国的华阳（今河南郑州新郑市）。华阳地处中原腹地，是连接韩、魏、赵3国的交通枢纽，也是秦国东进中原的重要通道。魏赵联军企图通过控制华阳，遏制秦国的扩张势头，同时逼迫韩国重新加入抗秦联盟。面对魏赵联军的进攻，韩国无力抵抗，紧急向秦国求援。秦昭襄王深知华阳的战略价值，若被魏赵控制，秦国此前在中原的布局将前功尽弃，于是立即派遣白起、魏冉率军救援。秦军采取闪电战策略，日夜兼程疾驰数百里，在魏赵联军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抵达华阳城下，随即发起猛烈突袭。魏赵联军本以为秦军至少需要半个月才能赶到，根本未做防备，面对秦军的猛攻，瞬间溃败。此役，秦军斩杀魏军13万人，随后又转头击败赵军，将2万赵军士兵沉入黄河。这种残酷的处置方式，既是对赵军的惩罚，更是对其他诸侯的震慑。华阳之战后，魏国彻底失去抵抗能力，只得割让南阳（今河南焦作修武县以西）。秦国通过这场战役，不仅巩固了对中原地区的控制，更向天下展示了秦军不可战胜的强悍战力。任何敢于联合反抗秦国的诸侯国，最终都将付出惨痛的代价。经此一役，东方诸侯对秦国的恐惧进一步加深，合纵抗秦的信心也愈发薄弱。此时，秦国对东方诸侯的压制几乎势不可挡。然而这种一帆风顺的势头，却在公元前270年被一场意外的失利打破。秦国将进攻目标对准了赵国的豫豫（今山西晋中和顺）。豫豫地处太行山腹地，山高谷深，道路险峻，是赵国西部抵御秦军的重要屏障。一旦失守，赵国腹地将直接暴露在秦军兵锋之下。秦昭襄王本以为凭借秦军的战力拿下豫豫易如反掌，却没想到这场战役成了秦军多年来少有的滑铁卢。起初，赵惠文王任命老将廉颇为帅，命其率军救援豫豫。但廉颇勘察地形后认为，豫豫道远险狭，军队行军困难，且易遭伏击，救援难度极大，因此不愿领兵前往。就在赵惠文王一筹莫展，赵国上下对救援豫豫几乎不抱希望时，时任田部吏的赵奢主动请缨。赵奢深知秦军素来骄横，且因连胜而锐气正盛，若正面硬拼难有胜算，于是制定了示敌以弱，突袭制胜的战术。他率军离开邯郸后，并未急着向豫豫进发，反而在距离邯郸仅30里的地方扎营，还摆出一副畏惧秦军、不敢前进的姿态。秦军探子将这一情况传回后，秦军主帅果然放松警惕，认为赵奢根本不敢救援豫豫，对赵军的防备也随之松懈。就在秦军放松戒备的间隙，赵奢突然下令全军偃旗息鼓，连夜疾驰赶到豫豫附近。抵达后，
他并未急于与秦军交战，而是迅速抢占了豫与以北的北山高地，此地居高临下，俯瞰战场，是绝佳的防御与进攻据点。直到赵军在高地布防完毕，秦军才察觉异常，急忙率军前来争夺。但此时赵军已占据地利，秦军仰攻困难，赵奢趁机下令全军猛攻，秦军阵脚大乱，最终大败而逃，禹之围也随之解除。这场失利让秦昭襄王深受震动，他终于意识到赵国已成长为军事力量不容小觑的对手，不再是可以随意拿捏的诸侯。豫禹之战的失利如同一盆冷水，浇醒了沉醉于连胜的秦昭襄王。他意识到单凭现有的军事扩张模式已难以应对像赵国这样经过深度改革的新兴对手。就在他为秦国的前路深感忧虑，迫切寻求破局之策时，一位名叫范雎的士人适时地出现在了咸阳。范雎本是魏国人，因遭魏国丞相魏齐迫害，险些丧命，最终在他人帮助下逃入秦国。他凭借对天下局势的精准洞察，以及对秦国外戚专权问题的深刻剖析，逐渐引起了秦昭襄王的注意，被任命为客卿。经过多年的隐忍与观察，秦昭襄王早已对母族专权深感不满，范雎的出现恰好为他提供了理论武器和行动蓝图。范雎向秦昭襄王提出的首个核心主张便是固干削之。在他看来，宣太后与魏冉、芈戎、公子服、公子亏四贵的权势如同过于粗壮的树枝，而秦昭襄王的王权则是被遮蔽的树干，支强干弱不仅会削弱君主权威，更会埋下国家倾覆的隐患。这番话精准戳中了秦昭襄王隐忍多年的痛点，也成为他下定决心收回权力、罢黜外戚的直接理论支撑与行动信号。在范雎的影响下，秦昭襄王开始调整战略方向。到了公元前268年，他在范雎的建议下，暂时放下对赵国的牵制，再次将矛头对准实力已大幅衰退的魏国，派遣秦军攻打魏国的怀城，今河南焦作武治。怀城地处黄河以北，是魏国连接河东与河内的重要城池，战略位置关键。秦军此次进攻势如破竹，顺利攻占怀城。这一胜利让魏国对秦国的依附性更强，更重要的是，秦国通过控制怀城，获得了日后北上攻打赵国的前沿据点，为后续针对赵国的军事行动埋下了伏笔。在范雎固干削之的主张与战略布局下，秦昭襄王收回王权的时机逐渐成熟。公元前266年，在范雎的辅佐与谋划下，秦昭襄王终于摆脱了宣太后与魏冉的掣肘，正式亲掌朝政。这不仅是他个人权力的转折点，更是秦国政治格局的重要变革。亲政之初，范雎便向秦昭襄王献上了影响深远的远交近攻战略方针，主张对距离秦国较远、暂时难以直接攻取的齐国、燕国，以外交手段维系友好关系，避免其参与抗秦合纵，而将主要兵力集中于距离较近、地缘关系紧密的韩、赵、魏三国，通过逐步蚕食的方式夺取土地，最终实现统一天下的目标。这一战略绝非简单的打近交远，而是有着清晰的实施路径。首先优先攻打地处中原核心的韩、魏两国，既能切断赵国与楚国的联系，又能以韩、魏为跳板，进一步威胁其他诸侯。其次，对攻占的土地不搞简单的掠夺，而是立即设立郡县，推行秦法，实现有效统治与资源整合。同时，以重金贿赂齐、燕两国的权贵大臣，确保其在秦国攻伐韩、赵、
为使保持中立，避免秦国陷入多线作战的困境。这套策略精准契合了战国后期的实力对比与地缘特点，不仅能最大化发挥秦国的军事优势，更能稳步巩固扩张成果，因此迅速成为秦国此后数十年的基本国策。与此同时，秦昭襄王以雷霆手段整顿朝政，下令收回宣太后的执政权力，将魏冉等四贵驱逐出咸阳，并剥夺了他们的兵权与封地。四贵的势力被清除后，秦国长期以来的外戚干政局面彻底终结，权力重新集中于君主手中。这一举措不仅巩固了秦昭襄王的统治权威，更让秦国的行政与军事决策效率大幅提升。亲政后的秦昭襄王立即以积极姿态推进远交近攻战略，而实力相对较弱，又地处秦国东进要道的韩国，自然成为首要目标。不过，在正式对韩国动手前，秦国先对赵国发起了一次试探性进攻。公元前265年，秦军突袭赵国，一举攻占3座城池，赵国顿时陷入危机。赵国左师触龙深知，单纯依靠军事抵抗难以抵挡秦军，于是以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道理，说服赵太后派遣小儿子长安君前往齐国为人质，以此换取齐国出兵救援。齐国在得到人质后，果然派遣援军与赵军联手，秦军在齐赵联军的夹击下被迫撤军。这场战役虽未让秦国达成预期目标，却让秦昭襄王更加坚定了先弱韩后攻赵的战略判断。赵国虽经豫语之战证明了军事实力，且能联合齐国抗秦，但韩国若被彻底削弱，赵国将失去西部屏障，届时再攻赵便会事半功倍。因此，此次撤军后，秦昭襄王很快将军事重心转向韩国，任命白起率军攻韩，首要目标便是韩国的南阳，今河南焦作修武县以西。南阳地处太行山南端，恰好是韩国本土与上党郡之间的交通咽喉。上党郡位于太行山脉腹地，是韩国抵御秦国的重要屏障，而南阳正是连接两地的唯一通道。秦军攻占南阳后，立即切断了上党郡与韩国本土的联系，使上党郡瞬间沦为一座孤悬在外的飞地。为彻底断绝韩国的救援可能，秦军又进一步控制了太行山的险要山道，彻底阻断了韩国向心输送粮草与兵力的路径，为后续夺取上党郡铺平了道路。随着上党郡的局势愈发危急，一场决定战国格局的关键战役也随之爆发。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正式拉开序幕。这一年，秦国左庶长王和率先率军攻赵，目标直指已被孤立的上党郡。此时的韩国上党郡守冯亭深知，仅凭上党郡的兵力绝无可能抵挡秦军，为了将赵国拖入战局，借助赵国之力抗衡秦国，他果断率领上党郡百姓向赵国投降。赵孝成王认为上党郡地势险要，若能纳入版图，可增强赵国防御，遂接受了冯亭的投降，并派遣大将廉颇率军驻守长平（今山西晋城高平），抵御秦军进攻。廉颇深知秦军战力强悍，若贸然决战必遭重创，于是制定了坚壁清野、固守不战的战术。他依托长平地区的山地地形，修筑起坚固的营垒，深挖壕沟，始终避免与秦军正面交锋。秦军多次发起猛攻，均被赵军凭借攻势击退，双方陷入长达数月的对峙僵局。秦昭襄王对此极为焦虑，秦国远离本土作战，粮草运输需跨越千里，长期对峙不仅消耗巨大，
更可能因粮草断绝而不战自溃。关键时刻，他采纳了范雎的建议，启动离间计，一方面派遣使者携带重金潜入赵国，贿赂赵王身边的权贵大臣，让他们在赵孝成王面前诋毁廉颇，散布廉颇年老怯战，且暗中与秦国勾结的谣言；另一方面又刻意放出消息，声称秦军最忌惮的不是廉颇，而是赵奢之子赵括。赵孝成王本就对廉颇长期避战的战术不满，又被谣言与虚假信息误导，不顾蔺相如等大臣的激烈反对，执意任命赵括为大将，取代廉颇统领赵军。赵括虽为名将赵奢之子，却毫无实战经验，是典型的纸上谈兵之辈。他上任后立即推翻了廉颇的防御策略，下令赵军主动出击，寻找秦军决战。秦昭襄王得知赵括取代廉颇的消息后，心中大喜，随即做出一项关键决策，秘密任命武安君白起为秦军主帅，接替王和统领全军，并严令军中任何人不得泄露此消息，违者立斩。白起深知赵括急于求成的性格弱点，为此制定了诱敌深入、分割包围的战术。战役打响后，白起先命秦军前锋部队假装战败撤退，故意示弱，引诱赵军追击。赵括果然中计，率领赵军主力倾巢而出，一路追击秦军深入腹地。就在赵军进入预设战场后，白起立即下令早已埋伏在2翼的秦军精锐部队出击，一支迅速切断赵军的退路，另一支则攻占赵军后方的粮草基地，将数十万赵军主力彻底分割包围在长平山谷中。赵军被围后，多次组织突围，均被秦军击退，陷入粮草断绝的绝境。为确保战役胜利，秦昭襄王亲自前往河内督战，下令河内百姓凡15岁以上者皆赐爵一级，并征调所有适龄男子前往长平战场，协助秦军加固包围工事，彻底阻断赵国的援军与粮草运输通道。赵军在长平被围46天，粮草耗尽，士兵们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状。赵括深知局势已无挽回余地，只得亲自率领精锐部队发起最后一次突围，结果被秦军乱箭射死。主帅阵亡后，赵军军心彻底崩溃，再也无力抵抗，40余万赵军士兵被迫向秦军投降。然而白起担心赵军降卒人数过多，日后若趁机叛乱恐难控制，便以赵军反复无常，留之必为后患为由，下令将40余万投降的赵军士兵全部坑杀，仅留下240名年龄不足15岁的士兵返回赵国，以此向赵国传递最残酷的威慑。长平之战最终以秦国获胜告终，秦国虽也付出了近20万士兵伤亡的巨大代价，却前后斩杀赵军45万人，几乎彻底摧毁了赵国的全部精锐部队。赵国经此一战，国力锐减，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无法与秦国抗衡。而秦国则通过这场战役，彻底清除了东进中原的最大障碍，为日后统一6国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场战役不仅是战国时期最惨烈的战争，更深刻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成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残酷与影响力在此后数千年间始终被世人铭记。长平之战的胜利本为秦国提供了一举灭亡赵国的绝佳契机。当时白起已制定好乘胜进军的计划，凭借秦军余威直捣赵国都城邯郸，彻底铲除这一东进障碍。然而这一战略却因朝堂的权力博弈戛然而止。当时韩、赵2国洞悉范雎对白起功高盖主的忌惮，特意派使者游说范雎，以白起若灭赵，
功绩必远超于你。届时相为恐难保全为由，精准击中范雎的私心。被说动的范雎随即向秦昭襄王进言，以秦军经长平血战已疲惫不堪，需休整补充为由，主张接受赵国割地求和。秦昭襄王采纳了范雎的建议，下令白起班师回朝。这一决策不仅让赵国获得了喘息之机，得以在数月内重新加固邯郸城防，收拢残兵，更埋下了3重隐患。白起因战略主张被否决而心生不满，与范雎的矛盾彻底公开。秦昭襄王对军事决策的误判，为后续邯郸之战的失利埋下伏笔，而白起日后拒绝挂帅时那句“秦不听臣计，今如何矣”的直言，更将君臣矛盾推向激化，成为他最终悲剧结局的重要主角。长平之战结束仅数月，秦昭襄王便再次对赵国发起进攻。此时赵国虽未完全恢复，但秦国也因休整不充分，未能达成速战速决的目标。韩、赵两国见状，只得再次向秦国求和。韩国割让元雍城（今河南新乡原阳），赵国则承诺献出6座城池。就在双方议和的同时，秦昭襄王还着手为范雎报私仇，以报答其辅佐之功。范雎早年在魏国时，曾因被诬陷通其卖魏，遭到魏国宰相魏齐的残酷迫害，不仅被鞭打致重伤，还险些被羞辱致死。这份仇恨他始终铭记在心。秦昭襄王得知后，特意设计引诱赵国宰相平原君赵胜前往秦国，将其软禁起来，随后向赵国施压，若不交出魏齐，便不放平原君回国。魏齐当时正躲在赵国避难，得知消息后连夜逃往魏国，希望借助魏国的庇护暂避风头。但此时的魏国早已对秦国心存畏惧，根本不敢收留他。走投无路的魏齐最终在魏国边境拔剑自刎。赵国将魏齐的首级献给范雎后，秦昭襄王才释放平原君返回赵国。秦昭襄王此举表面上是为宠臣报私仇，巩固君臣关系，实则暴露了战国霸权政治的冷酷本质。为了满足个人恩怨与政治利益，完全无视他国的主权与尊严，甚至不惜以扣押他国重臣为要挟。这种强权逻辑虽短期内强化了秦国的威慑力，却也让东方诸侯对秦国的仇恨进一步加深，为日后合纵抗秦埋下了隐患。公元前258年，秦昭襄王见赵国虽经长平之战重创，却仍未彻底屈服，决定彻底拔除这颗钉子。他派遣武大夫王陵率军直扑赵国都城邯郸，意图一举灭亡赵国。彼时的赵国虽精锐尽失，但邯郸作为都城，既是国家象征，更凝聚着全民抗秦的决心。城内百姓同仇敌忾，青壮年登城守卫，老弱妇孺则负责运送粮草、修补工事，连赵孝成王也亲自上城鼓舞士气。王陵率领的秦军虽多次发起猛攻，却始终被赵军顽强击退。邯郸城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牢牢挡住了秦军的攻势。秦昭襄王见王陵久攻不下，便派遣王和接替王陵，加大攻城力度。但王和虽有战场经验，面对邯郸城的严密防御与赵国军民的死战意志，仍进展缓慢，战局再次陷入焦灼。赵国深知仅凭一己之力难以长期支撑，便同时向楚国与魏国紧急求援。楚国派遣春申君黄歇率军北上，魏国则命大将晋鄙领兵出征。秦昭襄王得知楚魏援军将至，立即派遣使臣向魏王发出强硬威胁：赵国旦夕可灭，若谁敢出兵救赵，秦灭赵后，
必转头伐之。魏王本就对秦国心存畏惧，被这番威胁吓住，连忙下令禁彼将军队驻扎在邺城（今河北邯郸临漳），不再前进。魏国援军就此停滞不前。危急时刻，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赵国若灭，魏国必将成为秦国的下一个目标。他多次劝说魏王出兵，却始终未能说服，最终通过魏王的宠妃如姬窃取了调兵的兵符，随后星夜赶往邺城。在邺城，魏无忌出示兵符，掌控军权后，魏无忌迅速整顿军队，率领魏军向邯郸进发。时间来到第2年，秦国的军事形势愈发恶化。王和率军在邯郸城下已鏖战数月，士卒疲惫不堪，却始终未能破城。秦昭襄王无奈之下，只得任命武安君白起为元帅，接替王和攻打邯郸。但白起却坚决拒绝。他指出，此时赵国军民士气正盛，楚魏援军即将抵达，秦军久战疲惫，且腹背受敌，已失去最佳进攻时机，强行攻城不仅难以取胜，甚至可能遭遇大败。他以身体有病为由，多次拒绝奉命。白起的再三推拒，在秦昭襄王看来，已不再是冷静的战略分析，而是对他君王权威的公然挑战与要挟。见白起拒不从命，便认定他是因此前战略被否决而心怀怨恨，故意抗命。盛怒之下，秦昭襄王下令将白起贬为普通士兵并流放。但在白起流放途中，秦昭襄王又心生忌惮，认为白起作为战国名将，威名远播诸侯，若被其他国家招揽，必将成为秦国的大患。于是他派遣使者追上白起，赐给其一柄剑，命其自裁。白起接过剑，仰天长叹：我何罪之有，竟落得如此下场。沉默片刻后，他又自嘲般低语：我在长平之战中坑杀40余万赵军降卒，此等罪孽足以致死。言罢，拔剑自刎。白起的死是秦国的重大损失，他一生为秦征战，攻克城池无数，斩杀敌军数百万，为秦国崛起立下汗马功劳。他的离去不仅让秦军失去了一位卓越的统帅，更在军中引发震动，士气大受影响。也是在这一年，信陵君率领的魏军与黄歇率领的楚军终于抵达邯郸城下，与城内赵军形成内外夹击之势。秦军本就疲惫不堪，面对3国联军的猛攻，瞬间全线溃败，王和只得率领残军狼狈撤退。邯郸保卫战的胜利不仅成功保住了赵国，更暂时遏制了秦国的扩张势头。东方各国终于意识到，只要放下分歧，联合抗秦，便能抵御秦国的攻势。一度沉寂的合纵联盟再次出现复苏的迹象。邯郸之战的失利虽让秦国暂缓了东进脚步，但并未动摇其扩张根基。秦昭襄王为挽回秦国威望，同时继续推进远交近攻战略，迅速调整兵力部署，派遣大将赵参率先率军攻韩。秦军攻势凌厉，一举攻占韩国的阳城（今河南郑州登封市），斩杀韩军4万人。阳城地处嵩山腹地，是韩国东部的重要城邑，其失守让韩国东部防线彻底崩溃。紧接着，秦军调转矛头攻赵，凭借此前积累的战力优势，连下赵国20余县，斩杀及俘虏赵军9万人，将赵国南部大片土地纳入掌控。不过，秦国的强势复苏也引发了周王室的恐慌。当时的周赧王姬延虽仅能掌控洛阳周边小片土地，却仍以天下共主自居。眼见秦国势力日益膨胀，
担心周王室迟早会被秦国吞并，便暗中与燕国、楚国联络，企图再次组建合纵联盟，共同对抗秦国。但此时的周王室早已无足轻重，消息很快泄露到秦国。秦昭襄王得知后，当即派遣军队攻打周国，周赧王无力抵抗，只得被迫投降。秦军将周赧王掳至咸阳以示惩戒，不久后又将他释放回周国。经此一辱，周赧王又羞又惧，不久便病逝了。周赧王死后，东周国正式灭亡。这个延续了879年的周王朝，最终在秦国的铁蹄下走向终结。东周国的灭亡，不仅意味着周王室的象征意义彻底消失，更标志着秦国取代周王室统一天下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不久，秦昭襄王为彻底清除周王室的残余势力，下令将西周文公姬就流放到西湖郡，今河南平顶山汝州市西北，西周国随之灭亡。至此，周王室的最后一丝痕迹被彻底抹去，秦国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成为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政治实体，再也没有任何势力能与之抗衡。到了公元前254年，秦昭襄王继续将远交近攻战略落到实处，派遣军队攻打魏国，目标直指魏国的吴城，今山西运城平陆。吴城是魏国西部的重要屏障，扼守黄河渡口，但其实的魏国经多年战乱已极度衰弱，根本无力抵挡秦军的进攻，吴城很快失守。魏国国君见大势已去，只得向秦国屈服，正式沦为秦国的属国。韩国桓惠王目睹魏国的结局，深知唇亡齿寒，自己若继续抵抗，迟早会重蹈魏国覆辙，为求自保，只得亲自前往咸阳，朝觐秦昭襄王，以臣子之礼叩拜。这一举动标志着韩魏两国彻底沦为秦国的附庸，秦国在中原地区的霸权地位从此再无人能够撼动。此时的秦昭襄王已年过70，岁月在他脸上刻满了沧桑，却未曾磨灭他对秦国霸业的执着追求。他清楚地知道，尽管韩、魏两国已俯首称臣，赵国经长平之战与邯郸之战后元气大伤，楚国早已迁都陈丘避其锋芒，齐国也未从五国伐齐的创伤中完全恢复，但东方六国仍有残余势力，统一天下的大业尚未完成。他或许还在谋划着下一次军事行动，或许还在思考如何进一步巩固秦国的霸权，但长期的政务操劳与连年征战早已耗尽了他的精力，身体状况日渐衰退，再也无法支撑他实现更大的抱负。公元前251年，深秋的咸阳宫笼罩在一片肃穆之中。执掌秦国国政长达56年的秦昭襄王，在他一生奋斗的地方走完了一生，享年75岁。他去世后，太子嬴柱遵诏遗诏继承王位，是为秦孝文王。秦昭襄王的离世，标志着秦国一个辉煌时代的落幕，但他留下的是一个疆域辽阔、实力雄厚，足以碾压六国的强大秦国，为日后秦始皇统一中国铺就了坚实的道路。秦昭襄王的一生，以长达56年的执政生涯，稳稳站在秦国崛起的关键转折点上，将商鞅变法数十年积累的国力，彻底转化为碾压六国的战略优势，亲手推动秦国从偏安西部的区域霸主蜕变为具备统一天下潜力的核心力量。其统治的深度与广度，不仅远超同期任何一位诸侯君主，更深刻重塑了战国时代的政治格局。若从政治维度剖析，
秦昭襄王的智慧远不止于亲政后对权力的掌控，更在于他对秦国制度演进的深远塑造。早年受制于宣太后与四贵时，他并未陷入被动蛰伏，而是以冷静的观察者视角，既借助魏冉、芈戎的军事与政治能力稳定政局、开拓疆土，又敏锐洞悉外戚分权对军权的侵蚀。当范雎提出远交近攻战略时，他瞬间认识到，这不仅是一套军事方针，更是重构权力格局的绝佳契机。以支持范雎为由，果断罢黜魏冉、芈戎等外戚势力，将行政、军事、人事大权尽数收归君主手中，构建起更高效的中央集权体系。这种借力打力的政治手腕，既避免了权力更迭可能引发的动荡，更为秦国确立了君主专制和官僚辅政的制度框架。这一框架不仅支撑了秦国后续数十年的扩张，更成为秦始皇构建大一统帝国官僚体系的直接蓝本。而他对人才的运用，更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实用主义与帝王心术的交织，用魏冉的军事决断破敌拓土，用司马错的战略远见稳固巴蜀，用白起的战神之勇横扫六国，用范雎的谋略擘画全局。他能容忍人才的思念，如魏冉的专权、范雎的报私仇，却绝不容许任何人触碰军权的底线。赐死白起虽为后世诟病，却也正是他军权至上理念的极端体现。这种对权力边界的绝对掌控，恰是战国末期君主专制强化的必然结果。在军事与外交的博弈中，秦昭襄王的战略思维早已超越一城一池的争夺，上升到重构天下格局的高度。他在位期间的每场关键战役，都带着清晰的战略目标。伊阙之战斩杀韩魏联军24万精锐，不仅打通了秦国东进中原的通道，更彻底瓦解了三晋联合抗秦的军事基础。鄢郢之战中，白起引水灌城，焚毁楚国王陵，并非单纯的暴力宣泄，而是通过摧毁楚国的地理核心与精神象征，将这个南方霸主彻底从强国名单中剔除。华阳之战以闪电战突袭魏赵联军，用13万魏军的鲜血震慑中原，让秦军不可敌的恐惧深深植根于诸侯心中。而长平之战的意义早已超越一场战役本身，坑杀40万赵军降卒，看似残酷，实则是对赵国战争潜力的釜底抽薪。从此东方六国再无任何一国能组织起足以抗衡秦国的军事力量。在外交层面，他更是将纵横之术运用到极致。与楚国结盟时，以归还上庸为诱饵，换取战略缓冲；与齐国并称东西二帝，实则是试探诸侯反应，孤立齐国的政治手段。对韩魏则采取打拉结合策略，既用军事压力迫使其割地求和，又通过允许韩王、魏王入朝，在名义上确立秦国的霸主地位。这种军事威慑为骨、外交谋略为肉的组合策略，彻底瓦解了东方各国的合纵联盟，让秦国从早年的被孤立者蜕变为制定天下规则的主导者。更具深远意义的是，秦昭襄王的统治不仅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更完成了意识形态的破局。在他之前，周王室虽已衰微，但天子共主的观念仍根深蒂固，诸侯争霸多以尊王攘夷为旗号。而秦昭襄王通过攻占周王姬，掳走周赧王，灭亡东西周，彻底打破了天命在周的传统认知。当周王朝的最后象征被秦国摧毁时，天下人逐渐意识到，未来的统治者将不再是周天子，而是有能力统一天下的强者。这为秦国后来取代周王室，建立大一统王朝扫清了关键的思想障碍。
同时，他通过远交近攻，逐步蚕食韩赵魏楚的领土，形成了从巴蜀到中原，从函谷关到江汉平原的广阔战略纵深。这种以关中为核心，向四周辐射的疆域格局，成为后来秦朝疆域的基本框架。而他建立的高效军事动员机制，如长平之战时河内次决征调兵员，以及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控制模式，如设立南郡、黔中郡，并在郡中推行郡守、郡尉、监狱使三权分立制度，避免地方权力集中，同时在郡县中统一度量衡，推广秦办两钱，使占领区的经济逐步与关中接轨。这种行政经济双重控制的郡县制，成为后来秦始皇在全国推行郡县制的范本。可以说，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壮举，本质上是对秦昭襄王时代战略布局的延续与收尾。没有秦昭襄王56年的苦心经营，即便秦始皇有雄才大略，也难以在短短10余年里完成统一大业。当然，秦昭襄王的统治也深深烙印着战国时代的铁血底色，其局限性与成就同样显著。他的霸业建立在对生命的漠视之上。长平之战坑杀40万降卒，虽削弱了赵国，却也让秦国背上暴虐的骂名。这种以杀立威的统治方式，为后来秦朝失民心者失天下埋下了隐患。燕郢之战引水灌城，导致数十万无辜百姓丧生。这种无差别攻击的战术，虽加速了战争胜利，却也暴露了强权政治的冷酷本质。而他晚年的权力猜忌，不仅导致白起、韩渊而死，更让秦国失去了一位能征善战的统帅。邯郸之战的惨败，某种程度上正是因缺乏白起这样的军事奇才，才让秦国错失了一举灭亡赵国的机会，延缓了统一进程。此外，他虽终结了外戚干政，却未能建立起完善的权力传承制度，导致他死后秦国出现孝文王在位3日而亡，庄襄王在位3年而逝的权力动荡。若非吕不韦力挺赢一人，秦国的统一进程或许会遭遇更多波折。但即便如此，秦昭襄王仍是战国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君主之一。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人君，却是最契合战国时代需求的雄主。在那个弱肉强食的乱世，温和与妥协无法实现统一，唯有铁腕与谋略才能推动历史前进。他的一生是秦国崛起的缩影，更是中国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必经之路。他用铁血手段摧毁了旧的秩序，用制度创新构建了新的框架，用战略眼光擘画了未来的蓝图。当我们回望战国烽烟，秦昭襄王的身影或许带着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他56年的奋斗，将秦国推向了统一天下的历史轨道，让中国从诸侯并立的分裂时代，迈向了大一统的新纪元。他既是冷酷的征服者，用战争改写了天下格局，也是伟大的奠基者，用制度与战略为后世王朝铺路，更是推动中国历史走向统一的关键掌舵人。他的统治不仅是秦国的黄金时代，更是中国历史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转折时代。历史从未远去，它在声音中回荡。我是深入历史，我们下期再见。